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近期的美股不管多空都被反复打脸，低开高走成为常态。周三对等关税落地后，美股盘后集体跳水，恐慌指数飙升。当下行情紧盯关键防守位，在多空交战结束之前，别轻易压住方向。我们看到本期行情图版。现在我们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1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依旧是关于目前美股指数方面的观察，我们会通过关键的支撑位、下跌三法、空间技术分析点位来进行判定目前环境的整体多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阿哲主要讲解个股解析，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S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12只标的的短线和波段解析。在讲解正式内容之前，阿哲要提醒一句，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因为阿哲的内容比较多，会分析非常多的标的，所以视频的时长往往会较长。那假如您是新同学，对于长视频不太习惯观看，那么阿哲有一个建议，您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对应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就可以首先优先观看到最想看的那部分内容了。而假如您是老同学，那么希望您还是可以从头到尾认真收听阿哲所有的内容和观点，这样您会更加明白阿哲当前的想法。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关于纳指的市场观察。我们先来回顾最近的行情的操作。在前期股价反弹时，通过3小顶我们精确逃顶，而后价格出现了下跌，在大跌时遇到了关键支撑，而后出现假阳线。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假阳成底、假阳真底的技巧，而后价格产生了3天的阳线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阿哲一直所说的策略就是熊市反弹火中取栗，可以做多，但是仓位要小心，而空方的利润应该获利兑现。从目前来看，整体策略应该问题不大。而在周三这一根反包阳线盘后，因为关税落地的原因，市场出现了跳水。如果在这一天没有及时把反弹的获利兑现，没有提前去高抛出去，那么在关税落地之后，这一个多单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获利兑现，那么应该会面临不小的小仓位的亏损。所以阿哲呢，在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有讲到一点，对于技术面上来看，阿哲认为当下依旧是延续反弹，这是4月2号，也就是说昨天盘前阿哲的一个观点。从技术面上看，阿哲依旧认为市场是多头占优的，但在交易的层面上去看，其实不建议过多的仓位去参与，因为交易往往追求确定性或高概率事件、高概率的买点，而当下因为关税的原因是最不确认的时刻，所以这种环境下是不建议去参与多方或空方的交易。那么空头彻底看戏就行，而多方小仓位参与反弹即可。在事件真正落地之后，再去思考后续仓位的布局。而谨慎的同学，或者说在反弹有获利的同学，在今天我们应该去获利兑现。这是4月2号盘前的解析。所以实际上，在这一个低点后的反弹，在周三这根阳线时，我们在收盘之前就应该把短线反弹获利兑现。因为是熊市反弹火中取栗，所以整体我们不能再出现阴线之后再去卖，要跟前期的3小顶一样，在上涨当中就应该把熊市的反弹利润提前的去兑现，以防出现在持有多单时出现熊市突然之间的跳空和下跌，这是常有之事。所以每次熊市的反弹我们不能错过，但是在反弹时要及时把获利兑现，这是一个熊市把握反弹的一个关键点，需要你及时的落袋为安。那么对于当下的行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关键的支撑，市场的关键支撑在哪里？在一个价位 16,895.49， 这个价位是从何而来？是170天均线在跌破之后，我们通过170天均线上方的高点去投射，往下投射1倍的空间所计算得来。那么这一个空间的价位，股价在首次碰到它时就出现了长下影线，而后产生3天反弹。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盘后美股是大跌的，盘后美股是跳水的，但这一个价位是否能被跌破，依旧是技术面上对于多空转换的关键节点。当时因为在这里有支撑，所以我们说空头的利润应该要有所兑现了。
目前在反弹之后再次跳水，今天是否收盘会跌破16895.49，将是多空最后的争夺。只要这个价位依旧在纳指上有所支撑，收盘没有出现明显的阴线跌破，那么阿哲认为在这里去看空美股市场，你也只能是短线，你的空间整体也是有限的。在此线有支撑时，我们以做多或寻找多头机会为主；在此线被收盘跌破时，以做空看空为主。这是目前阿哲的美股观点。那么，如果股价前期的反弹把握到了，并且在周三收盘之前我获利兑现了，目前手中有现金，有之前空头赚的钱和多头反弹赚的钱，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的下跌商法。所谓的下跌商法，曾经我们在这根阴线产生之后的反弹有讲过，下跌商法是在下跌时，特别是下降趋势当中出现，它一般意味下跌趋势的延续性。它这个结构一旦产生并且形成，就说明本次的下跌趋势还在延续，并且还远远没有到位。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大阴线，为什么会反弹？因为下跌时，哪怕是下跌趋势，只要有大阴线明显大跌，它往往就容易出现反弹。因为突然之间的空头大幅获利，就会出现空方的集体兑现，而后市场多头稍微有所引进，就会出现反弹。像这一波反弹以及这一轮反弹都是同样的道理，前有明显的大跌，而后产生空方衰竭，后续多头进场。当时在前面阿哲刚开始分享下跌商法时，他呢是没有实现下跌商法的构成，反而展开强势的反弹。下跌商法的关键在于，它一般最少有5根 K 线形成。在下跌趋势中产生，第一根 K 线一定是明显的下跌阴线，而后在中间阴线的高低点中产生了至少3天的反弹。那么根据这个图谱，你再看到目前的美股市场，你会发现是不是1、2、3、4都已经出现一根明显的下跌，紧接着是1天、2天、3天，在阴线最低价和最高价之中产生了反弹，是不是3天收盘价都没有跌破？是不是跟1、2、3、4下跌商法前4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再加上关税的落地，而市场出现跳水，今天大概率也能够收盘跌破阴线的最低价格，所以下跌商法在这里大概率能够形成。那么我们首先关注2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今天的收盘价，最后收盘是否确实跌破了第一根 K 线大阴线的最低价。如果跌破，那确实是下跌商法的构成有效；如果没有跌破，那么这里呢就还有很强的希望，多头会进行继续的反攻。而在第2点观察的对象就是下方的支撑，如果构成下跌商法时，它能够是一根阴线，并且收盘价同时跌破了这个支撑位，那么不只构成下跌商法，同时跌破关键支撑，那么这一根阴线的产生，就说明我们可以立刻并且全力的去看空美股市场，或者说纳斯达克指数。当这2种现象同时产生时，那么做空将是理所应当、顺势而为的事情。如果连第一种情况都无法出现，则说明多头比想象中的要强势，那么这里就还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点，那么甚至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做多点。所以当下的行情先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特别是不要在今天开盘之后去选择，一定要等待多那么1、2天，我们才能够去明确看出这里究竟是低点，亦或者是做空的开始点。在此之前，手中还留有现金或有大幅获利兑现的同学，你就不要在近2天去盲目选择方向了，等待明确的信号出现。以上是在对等关税落地之后，阿哲对目前行情关于技术面上的一个解析。希望以上的关键点位以及下跌商法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收听到此，记得点个小红心，为阿哲视频送上您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可以点击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会非常开心。那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非常希望您能够点击订阅，加入阿哲讲究频道美股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显示已订阅之后，您可以点击全部按钮，而全部按钮点亮后，阿哲未来每一期视频在公开之后，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和评论，感谢各位的支持。以上是关于关键支撑和下跌商法2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讲到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所讲到的空间技术分析，其实是阿哲每天日内都会去预测的日内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以此呢去分辨出分时当中以及当天的多空强弱。在左侧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每天的盘前解析。刚才我们只看了上半部分，你所看到的左侧的盘前解析内容是阿哲每天盘前在 Telegram 当中都会去更新的。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那么就有机会能够每天盘前限时领取到这条信息。我们来看到这条信息的内容，就是4月2号阿哲在盘前香港时间5点05分时所发布更新。上方的内容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呢就不过多去提。我们看到下方的点位，这个点位是阿哲每天盘前更新，一般会针对3只标的，分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这个点位如何去使用？它是日内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从技术面上来看，如果股价收盘能够在高点之上，说明当天多头强势；低点之下，则说明空头强势。而现在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这是一个纳指的日线图，在图表当中，每根 K 线底下都有或多或少一些红绿灯的提醒。像这一个位置的下跌，有一些红灯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阿哲每天预测的日内低点都被跌破了，那么它就会显示空方强势，所以是红灯。就说明阿哲当天所给到的预测高点被收盘突破，那么就说明多头是强势的。如果您是老同学，经常收听阿哲视频，那么对于这个红绿灯的方案应该是不陌生。但这里阿哲还是要再次强调一点，因为当前的市场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是处于一种相对不太确认的地方，所以最近的市场它的波动特别的严重，特别大，导致技术面上有所失真失灵是很正常的。所以阿哲呢才会在昨天让大家在真正的关税落地之前去观望为主，或者说以获利兑现为主，卖出为主，尽可能大部分的仓位要观望，不要去参与市场交易。就因为在这个时刻，技术面很多时候都具有欺骗性。你任何的交易方法，不管是基本面、消息面，亦或者是技术面，在这种时刻都容易产生失灵。价格最近在反弹过程当中，因为回踩了关键支撑，所以产生了上涨。在周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绿灯，而绿灯之后代表什么？今天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被突破了，所以多方在这一天表现是很强势的。第二天我们依旧延续看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阿哲呢在信息当中，昨天不管是英伟达、特斯拉还是纳斯达克，都是提醒为看涨，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标的，在周二的时候基本都是绿灯。而结合阿哲所看到的观点，就是获利兑现。那么通过红绿灯，我们是做了大概1到2个交易日的一个反弹获利兑现。那么今天是否会变成红灯，我们就要看到最新的点位了。这个点位是每天会更新的。今天的点位，它的低点是17391.16，而它的高点是17926.41。股价收盘在此之上，就说明它是一个绿灯，继续的延续强势上涨。在此之下，就说明是红灯，红灯则代表是风险。价格如果下跌当中出现反弹为绿灯，一旦出现红灯，一定要小心了，它是回归到了一个主趋势当中。所以前面这里不管反弹时出现的绿灯多么强势，只要转为红灯，目前主趋势还是下跌的，那么就说明它回归到了原有的趋势当中。像这里的上涨反弹也是一样的，有绿灯连续的没有出现红灯，但是只要出现红灯，就代表回归到主趋势当中，你要小心它继续回归下跌。像今天也是如此，今天股价将会大幅的低开，市场盘后的下跌也预示着今天的美股整体应该也不好看，所以跌破17391.16是正常的现象，所以今天大概率是一个红灯。我们更加要去关注之后的是下一个 K 线，下一个红灯产生之后，它何时会再变成绿灯。所以关于红绿灯，大家只要是每天能够盘前收到阿哲短信的同学，你一定要关注好，在下一根红灯之后，什么时候会是延续红灯，以及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转绿灯。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市场它是转为空头，还是绝地反击再次上涨。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去领取到盘前的解析，那么阿哲稍微教一下你。您可以在点击订阅之后，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开评论区，而后您会看到置顶评论有阿哲所发的一条评论，
在这条置顶评论当中会看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而这一条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这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而后您发送一个报名或者说领取的口令，比如说您可以发送一个盘前，发送给助教之后，他就会在 Telegram 当中告诉你怎么在每天开盘之前领取到阿哲最新的盘前解析了。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不只是盘前解析一重福利，我们会准备整整3重福利来给到新订阅阿哲的同学，其中就有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另外2个呢是跟学习技术分析有关。其中第一个是阿哲有准备了一个专门的学习小组，如果您是非常热爱学习，特别想要在技术分析上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那么对于这样的同学，阿哲是很乐意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群组的。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助教，并且让我们知道您是这样的同学。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是否符合条件呢？您需要在我们的内部课程当中至少学习一个知识点，并且完成一次作业。我们在每周每个月都会安排专门属于订阅观众的内部直播和进阶知识学习课程，而每节课程都会有专门的课后作业，您只要完成过一次作业就可以受邀进入到粉丝群组了。我们看到本月我们的一个学习安排，本月呢我们开办了一个龙头解析班，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呢免费参与，助教老师会告诉您怎么去参与每一节课程的直播。这些课程都是不对外公开，都是小班课，只有少部分同学在订阅阿哲之后才能够去参与，所以您找到助教之后也记得报名参与我们本月的龙头解析班，这是本月的一个课表。也就是说本月的龙头解析班这半个月的课程都已经制定好了，您只要报名之后就可以立刻参加，希望在内部课程当中也能够见到我们的每一位订阅同学。那么您只要完成一次课后作业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我们是讲了指数的环境的研判，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个股，先看到特斯拉的一个解析，我们会通过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来去讲解。先来到空间方面，在特斯拉的空间图表上，市场呢再一次的反弹，这个反弹是不是又触及到了 287.13 附近，但是没有去完全的突破，那么离这一个压力位越近而却没有突破，我们曾经有说过，这说明你的一个做多的性价比是越低的，因为离这个压力位越近，那么就说明它的一个利润空间则在压缩。所以曾经这一波反弹到287附近，我们说就要获利兑现，那这一波反弹又到了287附近，那是不是也同样的要执行高抛的操作，等待有那么一天能够突破呀？而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目前的特斯拉是不是出现了下跌？那么下跌时关注的就是支撑了，下方的支撑有哪些？是不是有一个 257.34， 曾经这里出现下跌，最后受到 257.34 支撑有效，再次反弹。那么目前再次下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前期的支撑，一个是 257.34， 另外一个是 233.04 和 229.201。我们之前有说过为什么去做多特斯拉，并且看好特斯拉的反转，因为前期这里有一个走势是叫曙光出现，在这个形态当中后出现了反转。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反转的结构在日线上有一个关键支撑，就是 229.201， 这个支撑位如果被收盘价以阴线，特别是大阴线所跌破，那么这个反转结构就彻底失效，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要小心了，它会回归下跌的序列。所以呢要关注一下，在对等关税后跳水的过程当中，是否 229.201 会被轻易的跌破，这是空间上重要的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解析目前的特斯拉短线方面。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的调整是相对指数来说比较强势的，因为它的流出还没有出现下穿零轴。那么在流出没有下穿零轴时，我们要关注另外的一个变盘现象，就是资金在连续流进后的流出 K 线，亦或者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我们来看下前期，这里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那么这一天是不是变盘的低点？它是不是股价被突破之后，价格出现上涨？而价格在后续的再次连续流进之后，
是不是这一天是流出 K 线？好，这一天流出 K 线，高点成为压力，低点被跌破，是不是出现了一波调整？那么现在呢，连续流出之后又出现了流进 K 线，那么流进 K 线为关键 K 线，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么说明这里不是低点，它会延续下跌。而高点如果后续能被突破，说明这一波调整到这里还有上涨空间，再创新高，再次延续。所以目前呢是刚到一个变盘点，刚好遇到对等关税，那么这里将很容易去跌破这个点位。所以目前这里呢，高点变盘的概率就是板上钉钉了，可以说，除非今天收盘价它不跌破这个低点，但这个可能性是大还是小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盘后的交易当中其实已经很逼近这个低点，很容易去跌破。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低点会不会跌破，如果收盘跌破，那其实往下延伸去试探前期的关键支撑是很容易的。而如果特斯拉连这一个变盘点的 K 线都守得住的话，那么说明这里还是可以延续看涨。所以在昨天的特斯拉就是一根关键 K 线，而在动能上其实它的参考意义就会小一点点。昨天呢是一个低开高走反包 K 线，所以它是一个绿灯，但可惜跟指数是一样的，它这种绿灯在对等关税面前，你说因为这个绿灯可以去看涨吗？如果因为绿灯就能看涨，那昨天阿哲盘前就不会说要获利兑现了。所以技术分析呢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所以在一些特殊事件、不确定事件出现之前，你不能因为技术面的看涨而就随意的去做多。我们应该等到在不确定事件在落地之后，再以技术面的分析去找到更加优异稳定的买点。所以昨天的价格 K 线信号呢，都以失灵钝化来处理，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下方的资金变盘的提醒，这根 K 线的高低点最为关键。那么这里阿哲也顺便给一下今天的红绿灯的点位，股价高点的预测今天是300.735，只有突破它才能延续绿灯，而低点呢是267.015，跌破它才会出现红灯，在此之中则不是红灯和绿灯，是一个延续惯性的上涨。以上呢就是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价格走势最近的表现其实是很弱势的。我们曾经在上期视频讲过，这一波下跌，这里是假阳线，假阳见真底，假阳后能不能上涨，关键是高点会不会突破。很多个股呢，在这个假阳之后，其实都突破了，然后延续上涨了一天。但你会发现，英伟达它连这根假阳线的高点都没突破，在整次反弹当中，它的表现整体还是比较差。在空间上，依旧看一下103。那么103呢，依旧作为关键的支撑，这个价位跌破，那么下方的空间也会再次打开。最近一直在这一个区间内震荡，没有出现有效突破116，也没有出现有效跌破103，是在此处出现了一个相对宽幅的震荡。所以这里呢，也关注一下今天是否会有效跌破103，跌破了，那么将方向再次回归下跌，而不是震荡。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上方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指标。我们看到它同样跟指数是差不多同步，4月1号出现了绿灯，而后4月2号是没有灯的状态，也就是说上涨不算很强势。盘后交易当中其实也临近跌破103，所以这里还是比较风险的。股价前期的下跌变盘点，这一天是变盘的低点可能，但是它的低点被有效的跌破，最近呢还出现了压力。所以目前的英伟达这里延续下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而我们看到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当时在这里，比如这里也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不是也是在这里？这一天反而是高点变盘，低点呢被跌破了。那这个位置呢，目前没有突破也没跌破啊，今天呢大概率可能就跌破了，所以这里有很大的概率依旧还是高点变盘为主。接下来阿哲简单说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价格走势今天要出现绿灯是113.795，要被突破才行。那么低点支撑我们要看到108.605，股价收盘跌破才会出现我们的红灯 K 线。以上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第3部分我们会来到市场当中其余个股的解析。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来看一下目前以下这10只标的的短线策略。第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SQQ， 现在我们看到是 SQQ 的日线图表，上方呢依旧是动能 K 线，下方是资金 BBD 指标。
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底下的资金。动能 K 线上，目前其实和纳指表现就是相反的，中间呢是一个红灯，左右两边是无灯状态，整体是惯性的下跌。而前方连续的3天回落，这一根阳线并没有跌破，其实和指数相反过来，纳指呢有机会成为下跌商法，而我们的 SQQ 呢在这里一旦出现一根强势的阳线，站到这根阳线之上，其实也说明它会构成一个上升商法。现在我们看到底下的 BVD 资金变盘，像这一天是不是上穿了？我们说上穿 K 线为可能的变盘高点，它出现了略微的回落了2天。那么变盘高点产生之后，低点是被跌破的，所以确认了变盘高点是有效的。那么何时可以认为这一波上涨还能延续，而这个变盘高点会被破掉？很简单，收盘价只要能够突破变盘高点的最高价格41.2，也就是说今天只要收盘过了这个高点，那么就意味着 SQQ 高点不是变盘，而是延续上涨。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不过这里要注意了，在2种变盘信号当中，最为有效或者说优先级更高的是上穿和下穿 K 线，而不是转射 K 线。所以在2种 K 线在间隔比较近的时候，我们优先观察上穿 K 线。这里呢，阿哲也稍微给一下大家今天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在 37.845， 股价收盘突破会见到绿灯。而价格的低点支撑呢是 34.585， 股价收盘跌破将会延续红灯。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前期呢它也是收了一个假阳线，假阳线的高点能不能被有效突破？目前从金融指数来看，它并没有很有效的突破，在第2天也是一个10日星，而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假阳线。所以对于价格的走势，纳指金融它和英伟达一样都不是很强，假阳出现之后也没有出现特别有效的突破，所以它的买点是不明确的，这一个反弹走势也是不强势的。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资金，曾经的变盘 K 线是它下穿了，当下穿之后呢，出现了低点跌破，高点没有有效突破，所以是一个延续下跌的点，而不是变盘低点。而在连续的流出之后，流进 K 线呢是谁？是这一根 K 线，它的低点后续也被跌破了，高点突破一下又跌回来了，所以在连续的下跌当中没有出现一个较为有效的突破 K 线，所以在连续的下跌当中，连续的2次变盘都没能变盘成为低点，而现在的资金没有给出太多的信号。价格走势呢，在连续出现红灯之后，也产生过绿灯。当绿灯是10日星，绿灯是阴线。我们说过，绿灯要是强阳，才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买进信号。如果绿灯是一个10日星或丑陋的 K 线，那么一般不作为买点。那么当前的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真正做多点以及看涨点，最好是一根强势阳线的绿灯。当前从资金和动能上来看，依旧呢还是下跌比较强势，多头没有太多的买进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eta 的股价走势也整体是处于下行的走势，而我们看到它底下的下穿 K 线，当时上穿的时候是这里，下穿的时候是这里，是不是一个高点一个低点，整体的变盘效果还 OK， 说明多空之间它没有太过于悬殊的差异，它是一个整体偏震荡的下行。这一根也是假阳真底，而后被突破，略微出现了上涨，利润呢不多，所以当下呢你要关注一下 Meta 在这里去做空还相对早了一点，因为它基本上和纳指是同步的，它也走出了一个类似的下跌三法的雏形，这里要出现一根阴线把这一天给跌破，则说明是下跌的踪迹，但最好能够把 553.3 给跌破，因为它这一天是资金上的变盘低点，它这个低点要被跌破，那么我们更加确切这里是下跌踪迹，这个低点变盘它不是低点，那么就依旧看跌，依旧有延续。而如果简单的只是一根阴线跌破，那么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准确，最好是一根阴线，它不只构成下跌三法，也同时把前面低点跌破，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下跌踪迹的形成。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稍微给大家一个预测的高低点，今天的日内红灯绿灯的产生，绿灯会突破 588.295 之后出现绿灯，那低点的支撑呢是 268.995， 跌破这一个低点，那么就会成为红灯，这是 Meta 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APL 苹果的走势
整体还是比较强势。但昨天的对等关税对苹果的打击是比较大的，所以引发了投资苹果的朋友一些恐慌性的抛售。目前价格的走势出现了一个三角，三角的话呢不是绿灯，它只是代表当天的预测低点和实际低点是相差无几，所以呢它是一种变盘的信号。价格在基因上是连续的流出，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是它，那么这根 K 线呢可为变盘 K 线，它的低点和高点，如果低点被跌破，高点不破，那么就是高点变盘。从盘后的表现来看，更多概率还是有效跌破这个低点。前期上穿 K 线是谁呢？上穿 K 线是这根 K 线，它的低点一直没有被有效跌破。今天的苹果大体呢，很大概率会收盘跌破这两个价位。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的红绿灯的确定，高点压力是在 226.625， 股价突破就会成为绿灯。如果低点呢，我们看到 222.45， 股价跌破将会成为红灯 K 线。下面我们再看到 MSTR 整体也是反弹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整体也基本是构成这个下跌商法，指数能够反映平均的价格水平，它也表现在这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它整体表现是下跌商法的构建，而 MSTR 和很多个股 Meta 等等基本也是在构成下跌商法的雏形，也就差那么一根阴线。股价前期这里是一根下穿，下穿之后呢为低点变盘突破，那么短线是不是看涨？而直到对等关税之前，我们去获利兑现，能够把握一笔反弹的利润。那么今天大体呢是往下的行走，那么也是一样的，跟 Meta 看法是一样的。它跌破这个阴线的低点，最好能够顺势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因为它一样是低点变盘。上期视频为什么我们整体说空头要获利兑现，多头可以喘息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个股是下穿。所以这里如果真的要彻底看空很多股票，那么最好能够把周一的低点给击穿，那么很多变盘低点将不复存在。价格低点的支撑是 304.76， 跌破就是一个红灯，股价突破 327.25， 那么突破就是一个绿灯。下面我们再看到 PLTR 整体还是反弹比较强势，整个上涨当中有2天都是绿灯。下穿 K 线同样还是周一的 K 线，也如期呢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过程当中连续流出而后流进，那么在出现下穿和流进时，两个取其中，那么我们主要关注这一天下穿 K 线的低点，也同样是在构成下跌商法。下跌阴线反弹3天，这一天最好是一根实体阴线，如果不是的话，比如说它是一根假阳线，那么效果就会差一点点。关键价位支撑依旧是周一低点。我们再把今天日内的高低点预测写一下，高点是 90.98， 低点是 84.875， 突破则为绿灯，跌破则为红灯。下一只个股标的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整体来讲也是反弹，但博通呢它不属于下跌商法，因为这一天的下跌它不是大阴线，它只是一根小 K 线，所以这里呢不是一个标准的下跌商法，我们就不用下跌商法来去看了，它就是一个反弹。反弹途中有2个绿灯，而这一天呢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所以它呢是近期的关键 K 线，下穿 K 线早就被跌破了。那么这里呢则是新的关键 K 线，第一点今天收盘基本上被跌破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这里依旧是一个反弹高点去对待。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价格走势，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的界定，高点176.725， 突破则是绿灯，跌破 168.795， 跌破是一个红灯。我们再看到谷歌，最近的股价走势整体是相差无几，整体短线呢还是个股跟着指数的表现在反应，所以谷歌它其实也走出了一个下跌商法，而且走的会比指数更加标准。谷歌的盘后下跌整体幅度其实在科技股当中还算是比较轻的，含跌一些。那么价格今天是否会出现一根阴线构成合理的下跌商法呢？我们要看到价格的变盘 K 线，它呢是这一天出现的下传，而不是这一天。所以价格在谷歌的运作当中，如果今天是一根阴线直接跌破这根阴线的低点，它就同时构成了变盘低点和下跌商法的构成和击穿，那么就直接能够形成我们的下跌踪迹了。
所以谷歌这里看跌的一个前提条件会比较宽松一点，因为它的下穿 K 线是这根阴线，而本次的反弹当中一根绿灯都没有，所以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弱的，价格一直是红灯，反弹一直没有绿灯，所以今天再下跌又是一个红灯，那么只要今天下跌是一个实体阴线是最好的，那么谷歌就彻底我们说再次的延续下跌。我们给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高点是 159.567， 低点是 155.822， 价格走势突破则为绿灯，跌破则为红灯。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的走势整体是跟博通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它呢没有出现下跌商法，它的下跌是实体在变短，没有出现大阴线。反弹过程当中，它下穿 K 线在这里早就被跌破了，而流出周的流进呢是它高点也没突破，所以 SMCI 是最近反弹当中少数没有买点的，跟谷歌一样是反弹，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买点，多头属于不这么强势。所以如果要去看空，以及如果指数出现空方的方向，那么我们的一些个股选择你可以看一下前期反弹不强并且有很容易出现看空点的，比如刚才所讲的谷歌和 SMCI。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预测高低点，日内的红绿灯，高点是 36.712， 低点是 34.428， 价格突破则为绿灯，跌破则为红灯。最后我们看到一只中概股 PDD 拼多多，拼多多的走势出现了不太好的现象，因为它是红灯之后直接绿灯。昨天指数呢算是反弹比较强势，但是它在这里直接就是红灯后立马绿灯，明明别人都反包，大家呢都最后冲刺，但它却提前下跌，所以拼多多昨天是少数出现了日线上卖点的个股。前期出现了红绿灯的变盘信号，而后出现转灯是向下的，而现在呢又出现了绿灯反弹，红灯再次下跌，所以拼多多呢在这一波股价走势当中出现的红绿灯都是卖点，所以这里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做空的方向。而在流出时的下穿是它低点被破，高点没破，也是看空的。股价下跌时这一天是转灯，转灯低点还没被破，高点呢也没被破，所以这里呢再次收盘把它跌破，最好是阴线，就进一步又是一个卖出信号。从高点开始到现在每一个信号都是卖出，除了中间反弹一下有这么一个红灯转绿灯，但其实立马第二天又转红灯，所以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卖出信号或者说看空信号。拼多多整体依旧保持下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红绿灯，它的高点预测高点是 120.535， 预测低点是 115.975， 这是价格的两个关键高低点支撑压力。以上就是4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对等关税落地，美股迎接关税冲击，盘后个股纷纷跳水，而纳指是否能守住16895点，则是多空之间的争夺。在这种争夺真正出现分晓之前，希望大家不要盲目选择多方和空方，特别今天在开盘之后大幅下跌，如果这个时候盲目做空，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您面临亏损。所以当下的行情最好留住现金，保持观望，不要随意做出选择，除非今天纳指直接跌破16895，顺时形成下跌商法，那么除此之外千万不要随意的在这里去轻易开空仓。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